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长官大喊着毒气，士兵们赶紧掏出面罩，而中尉却走到一个新兵面前，并告诉他绝对活不过明天，仅仅只是因为他站错了方向。人人都在向前看，只有他的方向是反的。在残酷的战场上听不懂命令，那结局只会成为敌人的靶子。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士兵拼命冲向法军阵地，但更多的是成为子弹下的亡魂。几个月的奋战，德军寸步难行，堑壕战使他们深陷泥潭。几十吨的庞然大物让德军抱头鼠窜，法军的喷火器将这群侵略者永远埋葬在这沟壕，整个战场被尸体填满，用千疮百孔都难以形容惨烈。这就是一战最为残酷的西线战场。战斗结束，死去的士兵被扒下衣服，然后统一打包装车送往后方。他们会洗去上面的血渍，接着送到缝纫工手里，将弹孔重新缝好。因为在物资时刻紧张的战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而这些衣服又将穿在下一个士兵身上，宛如生命的一次轮回。为了填补人员空缺，甄兵员展开了激昂的演讲。在他的渲染下，青年们热血沸腾，这些孩子开始盲目狂热。保罗和他的同学深受感染，天真的认为只要上了西线战场，他们就能征服巴黎。为了荣誉和十字勋章，他们报名参军。成功通过各项检查后，保罗领到了他的军装，但他发现衣服上写着别人的名字，这正是那些从士兵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他询问征兵员是不是弄错了，但男人只是淡淡的回答他是别人穿起来太小退回的，便随手将名牌撕下，而地上已经堆满了这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洋溢着笑容，好似胜利就在眼前，但很快他们就会见识到战争的残酷。前往战场的路上，他们的卡车被后方医生拦下，因为前线的伤员比每天输送到战场的士兵还多，他们需要卡车运送伤员。士兵们只能步行前往。等来到战场，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舀干堑壕里面的积水。士兵感觉这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每个人的手都冻僵了。老兵过来告诉他们，如果冷就将手塞进裤裆。几个新兵照做，这招果然奏效。晚上值班的时候，保罗听到不远处有受伤的敌人，这将是他在战场的第一个人头，于是果断瞄准，随后扣下扳机。而开枪产生的火光很快就引起了法军的注意，保罗被一枪命中。好在钢盔替他挡下了子弹，老兵跑来询问情况，他告诉保罗，如果不想接下一颗子弹，开枪后记得挪动自己的位置。天空不断的升起照明弹，两个人像看烟花一样开始入迷，可下一秒对面就开始了轰炸，所有人全部躲进防空洞。与参军前的兴奋比起来，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害怕。老兵说，没过几分钟炮火就会往前推进，而紧随其后的就是他们的步兵，这可把新兵吓坏了。随着炮弹的轰炸，士兵想要出去，结果刚跑到门口就被炮弹撕碎，整个防空洞也在肆虐下坍塌。保罗被他们从里面刨出来，好在他还活着。长官甩给他一个袋子，这是每场战斗后的工作，就是收集死去士兵身上的军牌。这个士兵小心翼翼抬起了脚，脚下是一个被他踩碎的眼镜。他仔细看了两眼，就赶紧往前走。地上正躺着一具被炸断腿的尸体。保罗上前小心地将他翻过来，当看到这个人，他一下呆住了。这正是昨天一起来到战场的同学。他轻轻摘下好友的军牌，又帮他整理好衣服。悲伤害怕让他忍不住开始哭泣，而之前的狂热似乎显得有些可笑。战争欺骗了他们每一个人。从战场送回的军牌数以万计，这么大的伤亡已经超出了德军的承受范围。长官再也看不下去，他决定将伤亡汇报上级。1918年11月7日，一本厚厚的名单册被送往陆军最高司令部，试图说服他们停止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很快，德国代表团就前往贡比涅与法军进行停火谈判，但任何问题摆上台面，那都是有条件的。法国代表直接递上一份文件，只要签字就答应停战。对于侵略国的德军来说，任何条件他们也不能拒绝，因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及国内爆发的革命，德军再也无力负担这场战争。他们有72小时可以考虑，战争将持续到他们签字为止。但德国前线的将军却不同意停火，他连夜将部队全部调到前线，一边是正在求和谈判，而另一边却还在不断发起进攻。长官下令让士兵开始前进，他们拼命冲向法军阵地。炮火让冲锋变得尤为艰难，最终靠着人海战术，他们冲到了法军阵地，在沟壕里与他们展开厮杀。很快，德军占领了阵地，厨房的食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于饿着肚子的士兵来说，任何东西都比不了食物来的实在。他们大口往嘴里塞着面包。就在这时，整个桌子开始颤抖，士兵大感不妙，全部来到战壕。不远处，几十吨的庞然大物朝他们驶来，这是法军的深沙蒙突击坦克。士兵拼命朝他开枪，但这点伤害对于这个大家伙简直就是在挠痒痒。刚拿下的阵地就被炸得人仰马翻。一顿轰炸后，坦克开始碾压战壕，士兵手里的枪还在不停地射击。这样的庞然大物让德军抱头哀嚎。参军前有多兴奋，现在就有多狼狈。这就是他们渴望的战争。坦克在后面追着德军射击，他们成了活生生的靶子。经验丰富的老兵追上去，将手榴弹放在坦克的履带上，接着又塞进他们的射击口。没有步兵的掩护，这些巨无霸就是个瞎子。
然而，从后方赶来的法军部队彻底切断了德军进攻的方向，喷火器将这些侵略者全部消灭，战壕成了法军最好的施展场地。攻演变成集体大逃亡，被抓的德军就算求饶，也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这一幕幕让保罗整个人都傻了。战场形成的满目疮痍，不是天外陨石坠落造成的，而是在枪炮下人为的废墟。逃跑中，保罗滚进一个弹坑，他趴在地上装死，想躲过射击，而身后一个法军正瞄准着他。士兵趴在水里装死，而身后一个法军正瞄准着他。突然，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保罗见状赶紧冲过去。害怕让他不自主地躲到一旁，听着男人痛苦的喘息声，保罗在内心挣扎，紧紧捂住耳朵。看到手上沾染的血迹，他紧张地用土将它抹去。许久过后，男人还没有咽气。身为学生的保罗有了一丝怜悯，他慢慢爬向男人，用纱布给他包扎伤口。可最终他还是死了。保罗翻看了他的证件，看到男人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他知道自己毁掉了一个家庭。痛苦和愧疚让保罗不停地发抖，而男人也只是一个打字员。在得知代表团正在停火谈判，士兵们无比激动，他们马上就能回家。终于，德国代表团同意签字，停战协议将在6小时后生效，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将正式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所有人在为战争结束而庆祝时，将军把全部士兵集合起来，展开了强而有力的演讲，试图说服这些士兵继续战斗。他准备在11点前占领更多的土地。听到还要打仗，保罗崩溃了。他彻底认清，他们和那些死去的士兵都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对于已经厌倦战争的士兵来说，没人愿意重返前线。但如果敢有反抗的，督战队直接抓住，就地处决。后方医院的伤员也被全部射杀。士兵们被迫回到前线，所有人在长官的指挥下上好刺刀。现在距离停战还有15分钟，趁着浓雾，德军开始了进攻，而法国士兵却在悠闲地聊天，等待战争的结束。对于敌人，他们毫无戒备。也就在这时，老兵听到了异常，如洪水般扑向法军。刚才还是一片祥和的战场，被炮火再次点燃，一场停战前的厮杀就此展开。突然的袭击给了毫无戒备的法军一个重击。很快，德军就攻入战壕，他们与法军近战肉搏。保罗被死死按在泥潭，就在快要窒息的时候，他摸到一块石头，顺势砸中男人。两人同时看到一把手枪，争夺中他们滚到了防空洞。就在两人对峙时，一个士兵从背后出现，刺刀狠狠刺进保罗的身体。看着地上的保罗，士兵略显愧疚。而这时，外面响起了钟声，11点到了，一切都结束了。他奋力起身朝外面走去，从备战前的盲目狂热到清楚地认识战争是这些年轻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这不仅仅是人类的灾难，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战斗结束，长官依旧会递给士兵一个袋子，让他收集死去士兵的军牌，而这一次保罗的也在其中。他仅仅只是代表着千千万万青年中的一员。从1914年10月开战后不久，西线德军就陷入了堑壕战，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前线阵地几乎没有移动过，超过300万士兵在这里丧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反思，但战争从未停歇，只要他们的贼心不灭，依然会卷土重来。这部电影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必须反复回忆欺骗青年的代价。